上個禮拜五台股跌了將近3000點，哇，那真是暴力下跌。不過今天又說是暴力上漲到底怎麼回事啊？台積電暴力反彈90塊，每股收2410塊今天整個股的權數呢是漲了1783點你看這個台積電漲90，聯發科漲330，幾乎漲停板。鴻海也漲11塊5，廣達漲8塊，長榮漲7塊，都漲蠻多的那整個是漲4.2%了那另外呢，主要是記憶體、被動元件漲所以呢狂飆超過1000點以上但是韓國也急漲超過4.5%，它太快了，到這個城市交易都暫停了所以因為漲太快。那另外呢，到底量縮漲很多，是不是假反彈？所以股民還在那邊吵架這個有的說是假反彈，有的是真反彈那另外呢，台積電有個副理說呢被中共滲透然後呢這個叫做丁小虎，不過已經死了，丁小虎滲透，說要他跟這個他在大陸要成立半導體材料分析公司還有一個藍海計劃說呢這個竊取了21件高階的奈米製程的技術。結果呢，現在被求刑起訴，還沒有判呢，只是起訴求刑7年，說是因為呢有關鍵技術，那這一頁看起來都很不好。核二廠前廠長也收賄，有判刑，中油前執行長也是3年半，是他跑了求上，他原來求了20幾年，我看他原來求到，他原來求重判一審重判25年，因為一審判還沒有定讞嘛，所以他想跑。光這個跑了又被囚禁3年半所以你說這搞些什麼鬼這些家伙那另外台積電加碼美國1000億美元，原來就投資1650億，但是拜登時候650億，川普說那不算，只算我的，所以算是投1000億，再投1000億所以呢台積電說為什麼要去美國投？說不願意把生意拱手讓人，因為呢很多在美國的這個客戶強勁的要求，說呢要盡一切的可能在任何這個可行地點來擴產擴廠尤其在美國比較方便我們看一下台積電。台股開高走高，吹起反攻號角，早盤強漲超過1000點，收復43000關卡。截至11點09分，來到43672點。台積電領軍，最高強漲65元，落在2385塊。連帶電子權值股也跟着衝，聯發科、台達電都走強。其中鴻海最高是漲了9.5塊。即便先前傳出拿下 SpaceX 的伺服器大單被馬斯克駁斥，但股價沒受到太大影響。今天的盤中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往季線反攻的一個味道了。那台積電的股價已經重新站穩季線。沉悶一陣子的記憶體跟被動元件族群，通通也回神。記憶體4雄通通見紅，前一天亮起綠燈的被動元件，國巨盤中高點662元，也在開盤1小時炸出321億元的巨量。至於和生堂，則是亮燈漲停683塊。如果說能夠收高的話，那麼就有機會國巨在這個地方低檔籌碼大量換手，就有止穩反彈的一個機會了。但股神巴菲特也示警，美股受到 AI 熱潮影響，投資人過度聚焦在股價漲勢，追逐熱門題材，說稱不上是投資，是賭博。股價水漲船高的企業，恐怕一夕間就會倒閉。台股同樣得多留意。AI 本身不會泡沫，但是 AI 很多新創會泡沫，會破產。AI 的商機至少到2028年都沒有問題。0050秒填息重回100元俱樂部，0056則是填息超過60%。而接續要關注的是即將公布的特斯拉，還有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財報，加州還有 Intel 跟德州儀器，台股還是有機會再往上攻。好，那台積電怎麼出共諜？我們看一下。日前調查局抓到手裡，竟然有台積電的副理與大陸籍的男子攜手來竊取台積電國安與一般營業秘密共21件，意圖要在大陸地區來使用。根據檢調人員查出，這名陳姓男子在台積電擔任副理的工作，涉嫌與大陸籍的丁姓男子設立了半導體材料分析公司，由陳姓副理提出相關的計劃，甚至想要挖角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人員。他從中擅自重製台積電公司相關的案件，帶回家中研讀。後續台積電發現異常，經過內部的調查，已經取回全數遭非法重製的技術文件。而調查局人員呢，也搜索了5個地方，密集的來偵訊陳姓副理與相關的證人，分析出相關的電磁記錄與證物，向法院求處有期徒刑7年。
那現在在台積電做過，那時候共產黨有沒有想要吸收你？那時候還沒有啦，但現在我想，那全世界很多公司都想要吸收台積電的工程師啊，包含這次發生的主角是一個副理啊。那能夠做到副理了，表示他在台積電有一定的資歷啊，所以一般台積電的工程師、資深工程師、主任工程師上去就是副理了，所以他能夠知道的機密製程的秘密其實是已經蠻多了啊。所以這一次發生的這個事件呢，我們覺得它有幾個特點，第一個，它是國家核心營業秘密。國家安全的核心技術跟營業秘密這兩個元素都在一起啊，所以他用國安法啊而且要求重判。那第二個，他是中共滲透啊，中共那邊的一個港籍的一個中共那邊的人跟他聯絡啊，所以他要外洩的對象是中國大陸。跟我們上一次之前看到的是，像這個東京威力科創，它是要外洩給日本，像 Rapidus 這樣的公司是不一樣的，所以中國大陸那邊也想得到台積電的一個技術啊，所以這次其實蠻令人注意的是，我們國家用國安法，而且要求判這個7年多啊，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是有其必要啦，也有殺雞儆猴的效果啊，跟之前的東京威力科創也是一樣，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其實台積電的技術外洩絕對不止於這一些，還有更大的，像之前羅維仁投靠 Intel 這件事，到現在我們看到，其實好像這個案子並沒有下落，是不是碰到了美國，碰到了 Intel 這種川普極力扶持的一個大公司，那我們的國家就收手了？這個是我覺得它未來最大的隱憂，是日本還有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韓國想要挖你的機密，我們大可以去主張維護我們的權利，但是碰到美國，是不是未來我們就這個叫投鼠忌器啊，特別現在台積電又宣布加碼1000億美元在美國，未來的技術落地是落在美國，所以它的技術外洩更難防。那剛剛我們講到說，台積電有1000億美元要加碼投資，我自己算了一下，因為上個禮拜台積電它開了法說會，它把2026年的資本支出提高到600億美元，它上一次講還是500億美元啊，那這次提高到600億美元，那它又加碼1000億美元，這代表什麼意思呢？假設它未來5年啊，哈，那今年600億，明年每一年成長100億好了，600、700、800、900、1000。未來5年加在一起的話，差不多就是4000億美元。也就是說，台積電未來5年的資本支出是4000億美元，但是它現在宣布加碼1000億，加上它原來的1650億，所以加起來是2650億，去除以未來它要投資的這個全世界的資本支出的話，4000億美元，2650除以4000，所以你可以看到70%以上竟然都在美國。如果你真的把它扣除掉一些，它已經在美國已經支出投資的哈，那至少還有2000億美元還沒有砸下去。所以我自己算一算，台積電未來的資本支出至少一半會在美國。那資本支出是半導體公司像台積電那種晶圓代工公司非常重要的指標，來觀察它買設備、擴展技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既然有一半會在美國，那麼我們政府所講的台灣優先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而且先進製程也會去。對。不過他那個董事長講說，在美國成本是他們的5到6倍。是啊，這麼高。所以即便成本這麼高，那毛利下降還要過去，這當中絕對有地緣政治的，還有川普的這個美國政府的這個壓力在當中。所以我覺得對台積電來講，現在其實大家可能看到它股票一直漲，但是我個人在看未來3到5年，恐怕台灣的矽盾會被逐步瓦解。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資本支出、我們的投資一直往美國去，我們的技術可能不斷的外洩，我們的人才也會跟着外移，還有川普也可能會強迫客戶轉單啊，包含 Google 要投片在 Intel 啊，那包含蘋果也要投資到 Intel， 所以可能 Intel 也會大舉挖角台積電在美國培養的人才，這個都是我們國家未來的隱憂，台積電未來的隱憂。我聽說 Intel 最近良率提高很多了，但是產量不夠大。良率這麼小可以做很好，但你做這麼大就不一定好。所以呢，基本上
這個目前台積電還不用擔心，那未來很難講的風險。對啊，因為長期發展之後呢，它其實終究還是會有一些，最重要的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啦，就是美國政府直接介入，要求台積電的客戶必須要轉單到英特爾這件事情，其實對台積電來講當然是極大的壓力，所以他們當然也可能是因此被迫要在美國加碼投資。剛剛現銀計算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呢，大概未來5年，如果你可以算得到的台積電的資本支出，可能有一半在美國。我不敢講說美國一定會在美國的這個制程會跑在台灣前面，可能不會。可是問題是，它就剛好是一半一半。因此，對於美國來說，全世界如果台灣真的这個發生了任何的事情，全世界唯一的一套其實就在美國，這是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一個想法。好，那至於台北股市的部分呢？那好，這個其實上個禮拜五的大跌，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台積電。就是因為台積電呢，它的先進製程2奈米，然後加入了更多的這些生產量之後，它的毛利率被稀釋，所以呢，今年的第2季毛利率非常高，67.5%，但是估計第3季毛利率會降為65%到67%。你不要小看那個降0.5到2.5個百分點，哦，市場就非常的驚恐。所以上個禮拜五的狂殺，其中一部分跟台積電因為先進製程稀釋毛利率有一些關係。不過我覺得其實真正的原因其實就漲多了就是要回檔。我上禮拜也說了，漲多了就是要回檔。那我也並不看壞台股的表現，以及台股呢，台灣的經濟在未來這1年，我想我就算很保守的看未來1年，其實也並不看淡。但是你要說現在這裡會不會是絕對的低點呢？那我真的不懂，我也沒有能力去看它是不是絕對的低點。但我覺得可以看得到是到今年第4季的話，它應該會是相對好，就它可能不會是，它不會是這個相對的高點，它至少是相對的低點哈。只是說，因為在最近這一段期間，有很多事情都可能會影響，比如說籌碼凌亂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有很多的個股，它的融資維持率其實已經很低了。就會有所謂的多殺多，就是借錢買股票的人，他現在可能券商就強迫你斷頭，那這個時候他就被強迫賣出，我們稱之為叫多殺多，這融資啦導致的籌碼混亂的問題。然後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在國際上面，現在對於說這一些供應鏈，因為他們的收費非常的高，價格不斷的上漲，那麼這一些雲端的服務公司，他們的資本支出到底划算不划算？已經有問號了。那接下來的2個禮拜，包括像是阿發貝啦、Meta 啦，還有包括了像是亞馬遜啦、微軟啦，還有甲骨文啦、Covid 啦這一些雲端公司，他們都要公布財報。現在市場很挑剔哦。第一，你的資本支出不准減少，但是呢，你又必須證明你已經投入的資本支出已經有因此而營收跟獲利，否則我就認為說你這些白燒錢的。所以他現在變得很挑剔，隨時可能因為一個美國公司的財報而波及到亞洲的硬體科技是有可能出現的。所以我必須說，它的波動率還非常非常的大。硬體科技本身其實就已經波動率就已經籌碼凌亂了。第二個部分是美國的企業財報又可能影響全市場的情緒，所以還是建議大家，你一定我不建議大家到零持股，絕對不要。那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風險，然後決定你的持股比例，然後你要有一點的現金在手裡頭，千萬不要槓桿操作，千萬不要借錢來投資。這就是在這裡保護自己安全最重要的方法。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有個公司叫福邁，它是一個室內裝修公司，然後他去標國防部一個炸藥，哦，結果呢現在交不出貨，哦，沒有取得產地國的輸出許可。所以被列為不良廠商名單，國防部跟他解約哈。那反正啊，就是呢奇怪的公司得標啊，然後呢，但是沒有取得人家的這個輸出許可，所以在黨質疑說，那你怎麼給他得標了呢？國防部就好，我們依法辦理哦。現在我們乾脆規劃自己做好了。你可能自己做，為什麼早不自己做呢？然後呢，這有系統性的疑慮，所以國防採購到底有什麼問題？怎麼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那另外呢，國防部說，因為呢，他得5.7億的標，但是呢，超過36天，超過30%的這個容許期限啊，因為呢，原來是180天裡面要交貨，那這已經超過180的30%了，所以呢，這個解約啊，而且要沒入他8000多萬元啊，因為違約了啊。那另外呢，這個謝龍介說呢，這是軍火掮客斷尾棄標哦，因為被追查哦，所以斷尾。那這個福邁公司呢說，案情不是外界所說的狀況，不是啊。那另外呢，因為3個月裡面連續報3起國防標案出包，所以呢，王鴻薇就說啊，顧立雄怎麼回事？你是解約部長嗎？怎麼連續解了3個約哈？那現在呢，軍品採購老是發生爭議，國防部列6大樣態，這6種裡面呢，要尋求第二供應來源，就不是只押注一個公司了啊。那除了這個以外呢，最近蠻嚴重說，國防部要第一次演練斷網漢光演習哦，就是網絡突然不能連了哦，因為戰爭的時候有很可能斷網啊，所以這個時候呢，現在呢要演習給你們看啊，看看到底怎麼因應。那在野黨是說，你這個先例一開哦，後患無窮，而且呢，到時候呢，如果要求救的啦、醫療的啦、重要的交易啊，如果錯過了，到底誰要負責哦？那總統府說，為什麼要降速？他現在把網絡速度降了以後，網絡就不通了嘛。他說針對突發的災害、大規模的網攻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因應啊？那怎麼演習呢？就4G、5G 降速到只有1%，幾乎等沒有速度了。那說 NCC 跟行政院會說明到時候怎麼規劃的啊？那另外呢，為什麼這次沒有南高屏，都是北部跟中部？哦，昨天賴士葆有問這個行政院官員，他說原來我們有個嘉義啊，嘉義其他都是藍營執政。那 NCC 說，主要因為漢光42號演習在8月，是在南部，是在上午10點鐘南部，所以那個時候如果斷了以後呢，怕股民不滿，看不到股票的這個狀況了啊，所以呢，就南部是沒有放進來啊。那所以呢，聯合報是說，人民有權利知道你斷網到底要幹嘛，你政府到底講清楚沒講清楚？我們看一下，怎麼看福邁無法履約？作為3區統帥總統，匆匆入場沒回應。這間福邁室內裝修公司去年承攬國防部5.9億元的 RDX 炸藥採購案，只是周一國防部證實已經解約，合約在180天以內要拿到輸出許可。那這一家公司到了7月6號，已經預期的天數20%，36天已經到達解約，總共罰款金額8398萬，加計要刊登不良廠商名單。只是藍營也對比質疑顧部長去年和今年的態度，傷害到我們的國家安全，我想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我們國防部絕對經得起檢驗。火藥原物料的這個規格都是一致的，20年來啊，那都是一致的，我們沒有去有什麼規格特別為那部長到目前為止，你還認這麼一個草率，而且事實上充滿貓膩、疑點重重的標案，難道國防部不需要有人負責的嗎？而之前外界有聲音質疑福邁負責人和民進黨關係匪淺，待被駁斥。福邁也強調，公司現任負責人李文靜及其家人都不是任何政黨的黨員，同時在總統賴清德任內都沒有任何接觸，彼此間不認識，並非所謂賴友友。顧立雄則預告國防部規劃自己建立 RDX 炸藥生產線，後續預計以追加預算或公務預算來支應。國安至關重要，只是過去這半年的 delay，再多罰鍰也買不回時間。因為這個福邁的案子在媒體不是第一次曝光，好，在當初出現這樣一個決策的時候，其實就遭受在野黨廣泛的一個質疑。這我們當初是講說資本額不足啊，好，那加上你的整個營業項目本來就很奇怪嘛，好，本來一個做裝潢賣馬桶的公司，怎麼突然之間就可以來代理這個火藥的一個進口？那這跟國防的支出又有高度的一個相關，所以當初啊，這回顧一下當初政府部門回應這樣的質疑的一個說法，也就是我們顧立雄部長就曾經講過啊，他說你去計較這個公司的資本額啊，不會讓他比較容易履約啊。又說啊，這些誇大不實的指控，實際上會傷害國家安全。那你時間回到現在啊，這個東西確實證明他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件事情。要解約的時候，那請問顧立雄部長怎麼樣面對當初的自己嘛？那難道所有事情只要被質疑，你就講說傷害國家安全？跟國防的事情不可以隨便開玩笑呢？
當初大家去質疑福麥公司有問題，不是只是質疑它資本額的問題啊，是它的營業項目啊、它的內容啊都受到質疑啊。國防部到底有沒有完善的機制來預先的監管跟掌握？這個才是我們要關心的事嘛。就我們都支持國防預算合理的使用，好增加自己的軍備。你用不同的管道，如果你可以如期如質的完成這個國防戰力的加強，大家當然不會有話好說嘛。啊，但是你就中間就疑點重重，你疑點重重於前，事情爆發於後，你到現在都還沒有給大家一個合理的交代，這當然是很有問題的。那再來，這件事情從他當初得標到中間的操作，你給他180天，到了最後的結論是解約。那國防部講啊，我覺得那要賠償嘛，包含一個履約保證金的4000多萬，加上一個額外追加的一個罰款，總共8000多萬。我就問，當初大家質疑福麥公司，不就是因為你的項目完全不正確嗎？你的資本額顯然有問題，大家就質疑你是個空殼公司嘛。是特定的人士要利用這樣的一個公司，在中間要去賺相關的這個利潤嘛？那空殼公司會有能力來處理罰金的問題嗎？這個是大家其實心裡都有數了。也許你可以扣到一部分的履約保證金，但是未來這個4000多萬的罰款，那空殼公司兩手一攤吶，我早就破產啦，我找不到負責人吶，各式各樣的借口一出來，這個恐怕又變成一筆呆賬，覺得不了了之。那更重要的不是只是錢的問題呢，我就問，從你得標操作到解約，那中間浪費的時間，我們要找誰討啊？每次我們在討論國防相關的議題、軍備強化的時候，那政府急呀，講說哦這很危險，我們要立刻的戰備強化。誰阻撓這件事情提出質疑啊，都有可能是中共同路人要來賣台，要來阻卻這個國家安全、阻卻國防的戰力強化。那請問你這荒腔走板的這樣的一個決策的一個過程，漏洞百出的這樣一個內容，耽誤的時間，那誰來負責？顧立雄部長能負責嗎？這中間的人能負責嗎？啊，大家一推265啊，反正啊就是廠商未能履約啊，那就下次再來啊。這個時候怎麼時間就不重要了呢？所以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是不要雙標啊。顯然國防部在這些軍事採購的機制把關上有大的問題嘛。因為他現在會講說，他就依法投標、依法得標啊。那顯然這種很敏感的東西，然後不見得有辦法順利履約的時候，當然就應該要做合理的調整跟修正嘛。我還要補充的是，因為這是禮拜一國防外交的專案報告，我們追查的也不是只有這些沒有辦法履約的這個商購的這些廠商，我也問對美軍購的部分啊，對美軍購 FMS 的履約是誰來處理？是我們要付錢給美國呢？因為那是政府對政府，政府幫你找這個軍火相關的一個廠商，所以能不能如期如質？我們付錢給美國，美國要幫我們來做履約管理啊。可是不管是 F16V 或者是前面幾個案子裡面，它也有沒有辦法如期這個到貨的問題啊？所以國防部針對履約管理，它還有很多要改善的一個地方。這些事情都不是像顧立雄部長講說什麼誇大不實的指控會影響國家安全。如果我們的國防部用這樣的一個心態情緒勒索的話，那恐怕只會成為國防戰力的重大破口而已。基本上這樣，我們做貿易的時候，常常講買賣雙方嘛，最好兩邊都講好了，對不對？這邊賣，那邊買。但是呢，一般你不容易兩邊雙方都講好，所以通常講是買賣雙方至少你要抓到一方。通常我们是抓到賣方，然後來說服買方。那顯然這些軍購都先抓到買方，然後抓到買方以後呢，拿到標案，然後再去游說那出廠說，我有了，你賣我賣我。但是因為軍購有很多政治的問題嘛，很多國際上面的限制，所以你抓到買方以後，賣方像這個是印度公司，印度出口他不賣，我不能給你，因為他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可能中共的因素啊，其他因素、國際的因素啊等等，或者是印度政府的因素啊不賣，所以你雖然有買方，你沒有賣方，所以變成黃了，因為它是一個空殼公司，所以你能罰到多少錢呢？講是我罰了8000多萬了，你會想到這個公司幹嘛？就浪費8000多萬，問題是你能夠罰他多少錢呢？來，正好。所以當初我們顧立雄部長一直強調說，福麥它具有這個所謂的化學原料批發、國際貿易代理這些資格，什麼通通可以哦。他就講說，重點就是它能不能夠取得原廠及輸出的許可。偏偏現在就來啦，他就是拿不到這個所謂的原廠輸出的這個許可嘛，所以這讓外界可以合理來懷疑什麼呢？如果輸出許可是這麼重要，讓整個軍購案成立的關鍵，你當初為什麼不嚴格審核呢？你明明知道不確定他有沒有，那你卻說，我們其實就是等他有沒有，他就是沒有，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哦？而且我覺得顧立雄部長，你一定要道歉。為什麼？你不能這樣用一翻兩瞪眼，就說啊，反正沒辦法履約嘛，我們就把這些罰金啊、這未履約這些罰金，不是這樣子講的。國防採購的目的是墊實我們台灣的國防軍備實力，不是要你去要回那些違約罰款啊。重點在這裡啊，這中間耽誤的時程時間這個人力物力的浪費，你怎麼樣再好意思跟我們講所謂的任性台灣？任性國防哦，所以這點我覺得非常，我是這邊建議啦，真的要好好的道歉一下。另外一點每次我們在講，不管是我們國民黨還是我們民眾黨的委員在立法院的時候，非常認真的來看你們的預算，
非常認真來嚴守所謂的軍購的紀律。就你們說什麼？你們這麼做就是不愛台灣吶、你們這麼做就是擋我們政府的運行，就不是嘛？就發生了這麼多軍購的這些議題哦，我覺得執政黨應該好好來檢討，到底怎麼樣來好好的避免這種事情發生，而且給我們的全國國民一個交代啦。軍購、國防預算嚴格審查，不是台灣，全世界都應該要這樣。美國那個軍費被浪費的地方也很多，因為什麼？大家都認為是國家安全嘛，所以呢，而且軍方的採購，說實話，外面人根本搞不清裡面搞些什麼鬼，真的不知道。哦，在立法院審查的时候，哇，都是機密，也不能照相，也不能抄，都不能把每個立委都像賊一樣看着。結果呢？結果他們那個學長學弟哦，本身是搞軍火商、貿易商的，文件都在那個地方。哦，所以美國也是一樣啦。美國曾經爆出來說，一個老百姓哦，買一個垃圾桶哦，大概只要60塊美金。美國十幾年以前，海軍買一個海軍部要6000塊美金。怎麼軍方會這樣浪費？就這樣啊。第一個國防預算非常龐大，對不對？那麼大的預算，幾千億、現在要9000億了，這麼大的預算，對，你怎麼可能一個個去審查？第二個它是機密啊。第三個呢？裡面到底怎麼採購啊？誰跟誰的關係？外面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國防預算的採購是一個最大的黑洞。休息一下再回來。